相府被抄后，我一个千金贵女沦落青楼。抵死反抗时，我抓住了一个猎户的裤脚，求求你买下我。男人低头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家中贫苦，兄弟三人无力娶妻，若买下你，你就得做我们3个人的媳妇儿，你可愿意？我震惊地瞪大眼睛，但昏死前还是点了头。本以为等着我的会是无休止的生育和劳作，却没曾想他们竟不嫌弃我毁了容，还全心全意地待我。唯一不好的是，他们3人全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床上个个如狼似虎，以至于我后来最怕天黑，因为天一黑，我便要被3兄弟里的某一个差吃入腹，折腾得下不来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从昏迷中醒来时，我的耳边响起几道声音：大哥，媳妇儿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她睡这么久都不饿的吗？闻言，我有些茫然地睁开眼睛，然后便对上一双乌黑深沉的眸子。是他，那个被我求着买下自己的猎户。还不等我开口，他已朝我伸出手来，将我从床板上扶了起来。你醒了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等坐起身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正在一间破旧低矮的茅草屋内。屋内3个身材高大强壮的男人正低头直直地盯着我看，整个茅草屋几乎都被他们高大的身躯占满了。想到对方买下我的目的，我不由得呼吸一紧，心里涌起一丝羞耻难堪，下意识握紧双拳。这3兄弟就是我未来的夫婿吗？都说好女不嫁二夫，可我如今倒好，不但嫁了，还一次嫁了兄弟3个。爹娘若是泉下有知，怕是恨不得没生过我这个不自爱的女儿吧。可是鼓起勇气自枪过一次后，我真的再没有第2次自杀的勇气了，不然也不会苟且至今。闭了闭双眼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中暗暗告诉自己，杨婉晴至少和被卖进最下等的窑子里相比，同时嫁给3兄弟已经算很好了。更何况刚才虽然只是粗略一扫，但足以让我看清这3兄弟的长相。他们没有上京男儿的文雅贵气，风流温润，可却也个个生得俊朗挺拔。若非过于家贫，就3人这相貌堂堂的模样，必定不愁娶不到媳妇儿。我该庆幸自己被他们买下了才是。只是就他们这壮硕的体格，同时做他们3个的媳妇儿，我的身体真的能吃得消吗？就在我暗自担忧时，买下我的猎户突然朝自己的2个兄弟道：小山，你去给他盛饭；小武，你去给他烧热水。兄弟俩听了大哥的话，立刻应下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待2人出去后，男人才目光深沉地看着我，我不禁紧张地抓紧衣摆。男人这时却只是给我掖了掖身下的被子道：我叫陈江，是老大，小武是老2，小山是老3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家里就我们兄弟3人，没有田地，拢共就这么一间茅草屋，所以没人肯将闺女嫁过来。前几天卖猎物的2两银子，我本是打算拿来给小山做拜师礼，让他去木匠家当学徒的。但你求我买下了你，家里又正好缺个女人，我便做主买了你做媳妇儿。以后我们兄弟3人会好好待你，有我们一口吃的，就饿不死你。但我也希望你能做好媳妇的本分。闻言，我哑声道：我知道了。其实我当时也只是抱着最后一时的心态，抓住了陈江的裤脚，只是却没想到他买下我，竟是想让我给他们兄弟3人做媳妇。毕竟我的额头上有个撞墙自枪时留下的大疤，狰狞可不及了。所以青楼老鸨将我贱卖给人牙子后，人牙子带我走了一路，极力推销，也仍然没人愿意买下我。很快，陈山便端着一碗白米粥，小心翼翼地捧到我面前，看着我的眼神非但没有嫌弃，反而还亮晶晶的，甚至还带了一丝讨好。媳妇儿，你饿坏了吧？快吃点粥。碗里的瘦肉粥炖得软烂。自从跟着人牙子一路往北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好吃的了。一时间，肚子不自觉地发出咕咕的声音。我顿时尴尬的脸色爆红，忍不住低下头去。陈江却在这时朝陈山道：小山，他饿了很久，你慢慢喂他吃。我去上山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打只野鸡回来给他补补。说着，拿起墙上挂着的弓箭，便大步走了出去。陈山听了连连点头：放心吧，
大哥，我会照顾好媳妇儿的。说着，拿起勺子，满脸期待地给我舀了一勺粥，递到嘴边。食欲瞬间战胜了刚才的羞耻，我几乎是立刻张开了嘴巴，狼吞虎咽下去。入口的瘦肉粥用的是带着苦味儿的粗盐，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吃起来却那么香甜。陈山见我出的急，脸上露出心疼的神色。媳妇别着急，锅里还有呢。等一碗粥见底的时候，陈武也把热水烧好了，然后直接将浴桶那么大的水缸扛了进来，放在茅草屋中央，朝我呲起大白牙来。媳妇儿，热水好了，我先去提水，你再等一会儿啊。想到我已经大半年没洗漱过了，甚至还为了避免被卖进窑子里，故意往身上、头上抹泥巴，于是便朝陈武点了点头，好，那就有劳夫君了。听我这样喊他，陈武顿时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恨不得把嘴角咧到耳朵根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而陈山这时也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媳妇儿，我也想听你叫我夫君。闻言我不禁耳根一热，十分不自在。想到陈江的话，还是小声道，夫君。兄弟俩顿时乐得纷纷龇牙，然后干劲十足地去给我拎水。水缸里很快装好了热水，看着齐刷刷盯着我的兄弟俩，我不禁尴尬道，夫君，你们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听到这话，两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然后连忙道，我们这就出去，有事你叫我们哈。说着依依不舍地出了门。等他们关好大门后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低头看向平静的水面。入眼所见是一头肮脏蓬乱的发，灰不溜秋的脸，以及额头中央堪称恐怖的丑陋疤痕，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瘆得慌。可就是对上这样一张脸，陈家兄弟居然还笑得出来，脸上也没有丝毫的嫌弃厌恶。一时间我不禁心中有些茫然，若是以往，陈家三兄弟给我提鞋都不配，可如今分明是我配不上他们。但从他们方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们似乎根本不在意我的脸吓不吓人。或许以后我可以安心的在陈家待下去了。然后脱下衣服，踩着凳子进了水缸。知道陈家家贫，每一件家具恐怕都来得不容易，所以踩进水缸的时候，我格外小心，生怕一不注意就把水缸给弄破了。身体没入水缸里后，原本清澈的水很快便浑浊了起来，我的皮肤也逐渐露出原本白皙的模样。看着水缸里越洗越脏的水，我不禁起身裹好破烂的旧衣服，尴尬地朝门外道，夫君，可否帮我换下水？听到我的话，兄弟俩很快应声，这就来了。不一会儿，房门被推开，而兄弟俩一进来，视线便粘在了我裸露在外的胳膊上。媳妇儿，你好白啊！陈山这时激动道。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抓紧身上的衣服，不敢去看他们。这时陈武朝陈山道，小山，快抬水，别把媳妇冻着了。陈山这才回过神来，随后兄弟俩便直接合力把一缸污水抬到屋檐下倒掉了，很快又给我提了一缸热水。又洗过一遍后，我身上才干净了许多，然后换上了他们从前穿过的满是补丁的衣衫。倒掉第二缸水后，陈山便飞快地冲进来，上前眼神发亮地盯着我，媳妇儿，我帮你绞头发吧。望着还在滴水的发梢，我不自在地嗯了一声。陈山却十分兴奋地接过棉帕，很轻松地帮我搅干了大部分水，只是手指落在脖梗后面时，总是时不时地擦过我的皮肤，烫得我浑身紧绷。搅干发丝后，外面的太阳也烈了起来。兄弟俩立刻搬了凳子放在院子里，带我出去晒干头发。殷勤妥帖的伺候照料，竟让我恍惚间有种回到过去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的感觉。当然，若是他们看我的眼神别那么亮就好了，这让我有种随时会被饿狼吞掉的恐惧感。晒干头发后，手指灵巧的陈武帮我扎了个马尾，然后用一块蓝色粗布做抹额，挡住了我额前的丑陋疤痕。带子系好后，兄弟俩再次看向我时，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眸光更热了。媳妇儿，你好美啊！陈山直勾勾地看着我，陈武也盯着我低喃，怪不得大哥舍得花2两银子买你回来。闻言，我只是捏紧衣摆，垂下头去。
长得好看又有何用？没有自保的实力，美貌只会沦为负担。日落前，陈江回来了，手里还拎了2只野鸡，一只肥硕的灰兔，以及10几个饱满的无花果。看到我此时的模样，他表情一顿，随即将手里的果子递给我，距离晚饭还有段时间，你先吃几个果子垫垫肚子吧。我羞赧又紧张地点了点头。虽然那日是我主动抓住的陈江的裤脚，但其实我对他是有些惧意在的，因为他的表情看起来太过深沉坚毅，不好接近。而我之所以会在陈江路过时向他求救，一是因为正好看到他在旁边的酒楼卖了猎物得了银子，二是因为只有他在经过人牙子的摊位时多看了我一眼。那天人牙子说了，若再没有人买下我，他便准备把我卖进附近的低等窑子，省得还要浪费他的粮食。我好不容易才靠自枪躲开了接客的下场，又怎么想再被卖进去？所以绝望之际，我才死死抓住了陈江的裤脚，求他买下我。虽然要给他们兄弟3人一起做媳妇儿，但这也好过被千人骑万人整，不是吗？晚饭是一锅喷香浓郁的野鸡汤，兄弟3人默契地把鸡腿和肉最多的部位留给我，还给我盛了一大碗汤。吃过饭后，他们便利索地把碗筷收拾了，然后在院子里用井水洗澡。我则是缩在宽大的土炕上，十分恐惧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这时，陈江大步走了进来，然后站在炕边，眼神深邃地看着我，嗓音低沉道：“把衣服脱了。”听到陈江的话，我顿时浑身上下都哆嗦了一下，然后闭了闭眼睛，忍下眼泪和羞耻，坐起来伸手去解腰带。而等我抖着手解开腰带的时候，陈江早已露出结实健硕的胸膛，然后一把将我扯到他的怀里。我瞬间被他滚烫的体温烫得浑身僵硬，陈江却在这时直接吻了上来，大掌摩挲着我的后背。放轻松，他说的倒是轻松，可是我怎么放松得起来？更何况待会儿陈武、陈山就进来了。许是看出我的紧张，陈江这时竟朝我道：“放心，他们暂时不进来。”闻言我愣了一下，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。若是同时被兄弟3人看着，那我恐怕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。但很快我就没心思想那么多了。在陈江的亲吻和摩挲下，我的身体竟不受控制地软了下来，变得不像自己了。可真的被陈江破身的刹那，却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。1年前，我还是养尊处优的相府千金，有疼爱我的爹娘和一个侯府世子未婚夫。可爹爹触怒天颜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相府被抄家后，爹爹被赐死，娘亲和祖母自缢而亡。原本我也要跟着娘亲他们一起去的，是自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丫鬟丝画感恩我待她的好，和我互换了身份。她替我跳井身亡，遮掩了我的去向。我则是被当作奴隶卖去了青楼，毁容后一路辗转，被陈江买下。正在我低气间，陈江突然吻去我的眼泪，然后哑声道：“别哭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知道让你做我们兄弟3人的媳妇儿，你一时接受不了，但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别哭了，好吗？”听到陈江的话，我渐渐止了眼泪，而陈江则是突然在这时用力，我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。陈江见状，眼神骤然灼热起来，直到我的嗓子都喊哑了，实在受不住了，他才放过了我。我很快便昏睡过去。第二天我醒来时已是晌午，陈江和陈武已经再次上山打猎了，留下陈山在家中守着我。此时陈山正坐在炕前把玩着我的手指，时不时地亲一下。见我醒来，瞬间眼神一亮：“媳妇儿，你醒了？饿了吧？我这就去给你盛饭。”说完起身就朝屋外走去。我赶忙撑着酸软的身体起来。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人穿好了。陈山是兄弟3人里长得最白的，一双狗狗眼清澈明亮，总是带着笑意。他很快就端了一碗野鸡汤和白米饭进来给我。媳妇儿，大哥说你昨晚累到了，今天要好好补补，我来喂你吃吧。闻言我不禁脸颊一热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吃就好。陈山顿时有些失望地道：“那好吧。”随后朝炕上放了一个小木桌，然后双手撑着下巴，
一直眼神发亮地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忍不住道：“你怎么一直看着我？”陈山顿时咧嘴一笑：“因为媳妇你好看啊。”说着掐着手指头算道：“昨天是大哥抱着你睡的，今晚轮到二哥，明日就该我抱着你睡了。我要是老二就好了，那就可以今晚就抱着你睡觉了。媳妇你不知道，昨晚我和二哥听到你和大哥的动静，都快要把裤子顶破了。”闻言我顿时脸色爆红，手里筷子一松，夹着的鸡肉都掉到了小木桌上。知道你们说话糙，但你这话说的也太糙了吧。你，我结巴了半天，却不知该如何说陈山。而陈山见我脸色红得厉害，连忙道：“媳妇儿，你别不好意思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压下脸上的热意，随即朝陈山道：“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。”陈山见我生气了，赶紧道：“媳妇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快吃饭吧，都要凉了。”我这才拿着筷子，忍着羞耻吃起来。吃过饭后，我下床洗漱，这才发现我的衣服已经被洗好晾晒在竹竿上了。再看陈家的院子和屋子，处处都被兄弟三人打理得干净整齐，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我干活的地方。见状，我不禁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倒不是庆幸自己不用干家务活了，而是庆幸陈家兄弟都是踏实勤劳的男人。毕竟穷是一码事，但是穷还敷衍邋遢就是另一码事了。而陈家虽然家贫，但是兄弟三人看样子都是会过日子的男人，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，至少日子还有点奔头。等我洗漱完后，我不禁看向陈山：“夫君，家里可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既来之则安之。从前的千金杨婉晴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只是一介农妇。”孰料陈山听了我的话后，竟直接摇头：“没有，洗衣做饭都有我们呢，媳妇你只管坐那休息便好。”说着，眼神亮晶晶地凑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唇咽了咽口水，然后直接道：“媳妇儿，我想亲你。”闻言，我顿时傻在原地，被陈山的直球打懵了。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陈山已经单手圈着我的腰吻了下来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推他，陈山瞬间松开我，满脸委屈：“媳妇儿，你不喜欢我亲你吗？你是不是只喜欢大哥？”我连忙摇头：“不是，他和陈江也没有很熟，怎么会只喜欢他？”陈山这才咧嘴一笑：“那就好，虽然我没有大哥能干成熟，但是媳妇儿你可不能偏心，只喜欢大哥一人。”我愣了愣：“我没有。”陈山听了嘿嘿一笑，然后继续低头急切地亲我。换了从前，被两个不同的男人亲吻了，我怕是得羞愤致死。可经过这段时间的辗转磨难，我早已不再把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所以短暂的不适应过后，我认命地闭上眼睛，心中不断安慰自己，他们又不是丑八怪，我不亏。过了许久，陈山才目光炙热地松开我：“媳妇儿，你好甜啊，我好喜欢你。”闻言，我身体微顿，然后看向陈山：“你不觉得我头上的疤痕很丑陋吗？”陈山听了却只是心疼地看了一眼我头上的疤，然后摇头道：“这有什么？你都愿意同时给我们兄弟三个做媳妇儿了，我们又怎么会在意你长什么样？媳妇你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家太穷，村里可没少有人笑话我们娶不到媳妇儿，要断子绝孙的。所以大哥把你买回来后，我和二哥可开心了，以后我们也是有媳妇的人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的父母呢？”陈山有些黯然道：“早就死了，我和二哥能长这么大，全靠大哥。若没有我们两个拖累，凭大哥的本事，他早就过上好日子了。本来我们是想让你只嫁给大哥的，但是大哥说家里娶不起第二个媳妇儿了，坚持让你做我们三个的媳妇儿。”想到陈江那种成熟坚毅的脸，我不禁对他升起一丝敬佩。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可陈江却将陈武、陈山都养得这么高大强壮，由此可见，他这些年没少费心费力地养两个弟弟。这是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男人。他既然说了会一辈子对他好，那必然会言出必行的。想到这，我心中一松。天黑前，陈江、陈武终于回来了，两人竟然带回了一头奄奄一息的鹿。陈江将鹿放下后，便朝陈山道：“小山，
赶快吃饭，吃完和我一起去镇上。等鹿死了，鹿血就不值钱了。鹿血大补，镇上的有钱人很喜欢。陈山立刻兴奋地点头。兄弟俩狼吞虎咽完晚饭后，便扛着鹿，脚步匆匆地出门了。见状，我不禁担忧地看过去。这么晚了还出门，真的安全吗？陈武这时朝我温柔地笑道：“媳妇别担心，大哥和三弟都是男人，路也熟悉，出不了事儿的。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而陈武收拾完碗筷后，便去给我烧热水了。我在屋内洗漱的时候，他则是在院子里冲凉。没多久，陈武便进屋插好了门栓，然后借着朦胧的月光摸到我身上。陈武是兄弟三人里声音最好听的，说话温柔又富有磁性。听他讲话，我总有种耳根发软的感觉。此时，他一边轻轻地捧着我的脸，一边轻笑着安慰我：“媳妇别害怕，要是有不舒服的情况，记得告诉我。”说着，对着我额头上的伤疤吻了下来。我不由得睫毛一颤，而陈武似乎很有耐心，一路都在轻柔地吻着我，并不急于最后一步。反倒是我被他撩拨得越来越渴望他的身体。黑暗中，陈武似乎轻笑了一声：“媳妇别着急，这就给你。”闻言，我脸颊一热，随即被带入深海沉沦。翌日，我醒来时，陈江和陈山已经回来了。陈江今日没再进山，而是疲倦地抱着我还在睡，而我刚一动弹，他便唰的一下睁开了双眼，然后长臂一揽，将我扣在怀里，低头吻了下来。陈山不知何时进来了，见状立刻控诉道：“大哥，说好的今天媳妇属于我呢，我也要亲亲。”说着就要挤到炕上来亲我。陈江这才松开了我，无语地看了一眼陈山，嫌弃地把他伸手推开：“晚上你爱怎么亲怎么亲。”说着从枕下掏出来一个布袋递给我：“这是昨日卖路得的30两银子，你收下吧。”闻言我不由得一怔：“交给我保管了？”陈江点了点头：“你是我们家的媳妇儿，钱给你保管不是很正常？”说着利索地起身穿好上衣，又回头朝我道：“对了，明日逢集，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，可以提前想好，到时候买回来。”我下意识地点头，知道了。随后握紧手里的钱袋，30两银子放在以前还没有我一顿饭钱多，可对这个家来说却是一笔巨款了，也足够他们再娶一个媳妇儿了。想到这，我忍不住看向陈江：“你们不想用这笔钱再娶一个媳妇儿吗？”听到我的话，陈江和陈山都齐齐看向我。陈江脸色稍沉，然后道：“不用，我们既已认定你，那就只有你。”陈山也连连点头：“没错，我只认你是我的媳妇儿。”其实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，一人一个媳妇儿，难道不比3个人一个媳妇儿好吗？但是既然他们坚持不肯这样做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于是便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保管这笔钱的。”而等到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时，我才发现他们和我吃的竟不是一样的饭。兄弟3人吃的都是糙米粥和红薯，唯独我的碗里是精细的大米粥。我不禁怔愣地看着他们，家里只有我吃白米粥吗？你们不用这样的，以后我和你们吃一样的饭就好。孰料听了我的话，兄弟3人却都纷纷不赞同地看着我。你身子弱，要养得精细些，更何况你嫁给我们兄弟3个，若是吃得不好，长久下去，身子如何吃得消？陈江沉声道。陈武则是柔声道：“媳妇儿，你别有心理负担，我们男人能吃饱就行了，你可不一样，得吃好才行。”陈山也是连连点头：“对啊，媳妇你只管安心吃你的。”闻言，我紧了紧手里的筷子，低低地嗯了一声，眼眶却不由得涌上一丝热意，心里对同时嫁给他们兄弟3人的那丝别扭羞耻也彻底烟消云散。俗话说得好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陈家兄弟虽然穷，可却愿意把仅有的好东西让给我一个人吃。光凭这一点，他们已经胜过天底下绝大部分男人。当晚，陈江和陈武默契地留在屋外，让我和陈山独处。陈山还有些少年心性，上来便急切地抱着我，又亲又咬，嘴上还不断说着各种令人面红耳赤的话，媳妇媳妇地喊个不停。我虽还是很不自在，可陈家兄弟真的个个都很会，
很快便让我沉溺其中，忘了所谓的礼义廉耻了。翌日醒来，吃过早饭后，陈家兄弟便带我去镇上赶市集了。怕我走路辛苦，陈江直接背着我往前走。这时我才发现，陈家的位置真的很偏，距离最近一户人家也有近1里地了。路上碰到其他村民，他们都好奇地朝我看过来，然后朝陈江打听：“陈老大，他是谁啊？”闻言，我心中一紧，十分担心陈江会说我是他给兄弟3个买来的媳妇儿。但陈江则是在这时沉声回道：“我媳妇儿。”听到陈江的话，那些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你媳妇儿？谁家姑娘愿意嫁去你们家啊？别是被你们拐来的吧？”见他们这样恶意地揣测陈江，我不禁有些生气。但陈山却在这时大声嚷嚷道：“放你爹的狗屁！大嫂是我哥花2两银子从人牙子那买回来的，我们家就是再穷，也干不来拐卖人口的缺的事儿。”听陈山这样说，对方表情有些讪讪，但很快便又嗤笑道：“2两银子能买到什么好女人？怕不是窑子里出来的，早就被人玩坏了，不能生了吧？”闻言，我不禁趴在陈江背上，猛地握紧拳头。而陈武、陈山这时已经冷冷地朝那人大步走去，直接挥拳：“你自己喜欢嫖，便以为人人都如你一般龌龊吗？我大嫂是个好姑娘，再让我们听到你编排她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见他们打起来了，我顿时急得赶紧扯下头上的草帽和额上的蓝布。别打了，万一受伤了，可如何是好？而其他人看到我额头上的疤痕，顿时纷纷被吓得一跳，面露骇然之色。靠！吓我一跳，怪不得才卖2两银子呢，这简直就是个夜叉。而陈江则是赶紧把我放下来，拧着眉心挡住他们的视线，帮我把抹额重新系好，再用草帽遮住我的脸。别怕！随即转身，眸光冰冷地扫向其他人：“我媳妇如何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智慧。下次谁再敢污蔑我媳妇的清白，我们陈家3兄弟定会和他不死不休。”说完，朝陈武、陈山道：“小吴、小山，我们走。”然后弯下腰，再次让我爬上他的后背。我忍着泪意，垂眸爬上了陈江宽阔的背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等到了镇上以后，他们没急着去采购，而是带我去了一家药堂。“大夫，劳烦您看看，我媳妇头上的疤痕还有救吗？”陈江朝坐堂大夫问道。闻言，我不禁错愕地看向他。“夫君。”陈江安抚地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解开我头上的蓝布。而大夫看了我一眼后，便露出惋惜的神色：“好个俊俏的小娘子，怎么现在才来看伤？”检查过后，大夫点了点头道：“现在虽然晚了点，但是也不是不能治。不过就算治好了，将来也肯定会多少留下一些疤痕的。而且整个疗程算下来，至少花费20两，可不便宜。你们想好了？”陈江听了果断点头：“想好了，还请您开药，顺便再给我媳妇把脉，看看是否有什么沉疴就急。”大夫点了点头，给我把脉结束后道：“身子倒没什么大毛病，但是肝气郁结严重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恐成心病。我再给他开几副解郁汤吧。”陈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看完大夫后，陈江便带我去布庄买布料，陈武、陈山则是去杂货铺买别的东西。进门后，陈山突然低头问道：“可会缝衣？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世家贵女，自幼便被严格要求得容颜工样样具备。我的女工虽然不算特别出挑，但也是京城最好的绣娘教出来的。陈江听了松了一口气，然后让我自己去挑选布料。瞥了一眼兄弟3人身上打着好几个补丁的衣衫后，我买了2匹粗布、2匹棉布，还有1尺绸布。结账时，恰逢有妇人来寄售自己做的刺绣手帕，我不由得心中一动，随即朝掌柜打探起来。得知店里可以接绣活后，我眼前一亮，然后转头看向陈江：“夫君，我也会刺绣，可否让我也接点绣活？”陈江却蹙起眉头：“可刺绣伤眼，劳心费神。大夫说了，你要好好养身子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轻轻地拉着他的袖子晃了晃，可我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可做，还不如找点活干，也好给你们减轻负担啊。陈江的喉结突然滚动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好，
那就少接一点秀活儿。见他应下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待我好，我也该投桃报李才是，否则每日待在家中光吃不动，真的很不好意思的。从布庄出来后，陈江又带我去买了香姨子和擦脸油，还有一根银簪。和陈武、陈山会合后，我们在一家面馆前用午膳，兄弟三人都默契地把碗里的几片肉夹到我的碗里。我嗫嚅了一下嘴角，心里却忍不住升起一丝甜意，心里暗暗告诉自己，杨婉晴，你够幸运了，这么会疼媳妇的男人，你一次嫁了3个，老天爷够厚待你了。到家后，兄弟3个就迫不及待地帮我额头上的血痂敷药，我则是量了3人的尺寸，开始为他们裁布缝衣。未出阁时，我也曾幻想过婚后为夫君量体裁衣的生活，那时却怎么也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会为3个夫君做衣服。新衣做成那天，3人看着我的眼神亮得吓人，我本能地瑟缩了一下，心中有种不妙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当晚我被他们折腾得几乎一夜未睡，什么羞耻，什么一女四三夫，全都在如上云端的快乐中抛之脑后，因为他们真的太会了，我根本招架不住。额头接连敷了2个月的药膏后，厚厚的血痂终于彻底退下，只留下一块粉嫩的疤。若是养一养，再用脂粉敷一下，也看不出来什么。不过血痂去掉后，兄弟3人晚上也变得更疯了，个个如狼似虎的索取，累得我几乎每日都到晌午才醒，以至于现在天一黑，我就忍不住开始双腿发软。好在去老大夫那复查时，他提醒了一下陈江，还是有些干预，除此外还纵欲过度伤了身子，有些虚了。年轻人还是要节制些啊，你身强体壮受得住，你媳妇儿身子弱也扛不住啊。闻言我顿时满脸爆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而陈江则是面露懊悔。我知道了，多谢您的提醒。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，回去后3兄弟果然不像之前那样疯狂了，我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时间。转眼间我来陈家已有快1年了，这1年我基本没怎么出门过，一是懒得外出社交，二是我额头上的疤痕消失后，担心被人认出来身份。现在整个相府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，我好不容易才从青楼逃出来，不想节外生枝。只是每每坐在院子里抬头看天时，总忍不住想起相府被抄那日的惨状，而我非但无法替他们报仇，还只能苟且偷生。每次去检查，大夫总说我干预，可一想起杨家的惨状，我如何开心得起来？轻叹一口气，我拿起针线继续绣花，可一不小心却被针扎破了手指头。微微皱眉后，我吸了吸手指上的血。突然院子大门被陈江推开，我惊诧地看着他，夫君，你不是去镇上了吗？陈江却在这时大步朝我走来，然后一把将我扯起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媳妇儿，先皇驾崩，新帝登基，为杨家平反了。闻言我浑身一僵，呆怔在原地。你说什么？陈江紧紧地抱着我，相府被平反了。下一刻，我顿时哇的一下吐了一口黑血，昏死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又是在药堂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受了刺激，解了胸中郁结，才会吐了黑血，这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。还有啊，他已经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，这段时间莫要行房。闻言我错愕地睁大眼睛，我有身孕了。3兄弟见我醒来，立刻凑了过来，将我扶了起来，而大夫则是笑着点了点头，不错，不过今日你情绪波动太大，动了胎气，回去后还要喝点安胎药。我连忙点了点头，右掌不由得伸到腹部。等到家后，兄弟3人都紧张地看着我的肚子，而我则是抬眸看向陈江。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听到我的话，3兄弟的表情都一下变得紧张复杂起来。陈江让陈武、陈山出去后，才嗓音微哑地朝我道：刚开始在人牙子那看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不太确定，直到你抓住我的裤脚，我打量了一会儿，才确定了。见陈江这样说，我不禁皱起眉头。可是你怎么会认识我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陈江点了点头。7年前我们在京城见过。
那时我爹刚死，我们3个在街上卖身葬父，是你路过见我们可怜，给了我们10两银子。葬了我爹后，我就带着小五和小山回老家了。”闻言，我惊愕地看着陈江，这才模糊地记起当时这件对我来说不值一提的小事。没想到我们之间还曾有这样的渊源，难怪父亲常对我说：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”若非当初偶然帮了他们兄弟3人，那日陈江又怎会买下我，为我赎身？片刻后，陈江又紧张地看着我道：“现在杨家已经平反了，如果你现在回到京城，皇上应该会补偿你的。你想回去吗？”看着他紧张不安的表情，我轻轻地笑了笑。从前的杨婉晴已经死了，以后这里才是我的家。回去，不说我嫁给了山野村夫，就说我曾被卖入青楼这一点，已足够京城的悠悠众口把我淹死。现在能安安生生的在这里过下去，我已经知足了。陈江听了我的话，忍不住一把将我抱起：“媳妇儿，谢谢你肯留下来，我会永远对你好的。”番外，父亲重病耗尽家产后还是死了，止于一卷破草席裹身。那年我才12，2个弟弟8、9岁。为了安葬父亲，我决定卖身葬父。2个幼弟见状，也朝自己头上插了稻草。大哥，我们还小，兴许有没儿子的人家想买去养老送终呢。我握紧拳头，含泪低头。期间有好几个人来过问我的价钱，听说我要10两银子后，都摇了摇头。你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，买回去虽然能干活了，但是光是粮食就要花费不少，10两银子实在不划算。至于2个幼弟，倒是被南风馆的老鸨看中了。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所以即便他们出的价高，我也还是拒绝了。我宁可他们被贱卖给穷苦人家当儿子，也不想他们进了南风馆被人玩弄一生，身不由己。而就在我准备降低自己的价格时，一个衣着华贵的小姑娘跟着丫鬟过来了。看到我们头上的稻草，她好奇地看过来：“私话，他们为什么在头上插稻草啊？”那丫鬟同情地看了一眼我们，像是在解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。小姑娘得知我们是在卖自己，顿时面露不忍，随即朝丫鬟道：“他们的父母若是知道自己的孩子为了安葬他们卖了自己，也会伤心的吧？私话，我不买首饰了，把银子给他们吧。”丫鬟有些不赞同地看着她：“小姐，这世界上的可怜人多着呢，您帮得过来吗？”她只是怜悯地看着我，我是帮不过来，但至少能帮我看到的可怜人，就当是成全了他们的一片孝心了。丫鬟无奈地点头，递给我们10两银子：“拿着吧，今日算你们走运，碰到我们小姐了。”我感激不已地接过银子，朝她道谢。她用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看着我：“快回去把你父亲好生安葬了吧。”我握紧银子，紧紧地看着她，敢问小姐尊姓大名，这份恩情无以为报。来日若有机会，我们兄弟3人定会结草衔环相报。她立刻摆了摆手，举手之劳罢了，不必挂怀。那丫鬟见状立刻道：“我家小姐乃是相国千金，怕是没有让你们结草衔环相报的时候，你们快回去吧。”说完便扶着那小姑娘离开了。而我们3人则是一直死死地盯着她的背影，将她的模样深深地刻在脑海里。安葬了父亲后，我们兄弟3人便靠着剩下的几两银子，一路颠簸回了老家。靠着父亲教过的剑法，我成了一个猎户，靠打猎勉强养活2个弟弟。午夜梦回间，脑子里总是会闪过那小姑娘的身影，但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会在街市的奴隶摊看到她。起初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那蓬头垢面的女子，顶多是眼睛和她长得很像，可双脚还是忍不住朝她走过去。结果她却死死地抓住了她的裤脚，用看救命稻草一样的眼神，绝望又期望地盯着她，求她买下她。盯了她好一会儿后，她终于确定，这就是她在梦里亵渎了无数次的小姑娘。她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怎么会落难至此。她只知道，她日思夜想的人现在就近在眼前。瞥了一眼人牙子激动的眼神，她低头语气微沉地朝他道：“我家中贫苦，兄弟3人无力娶妻，若买下你，你就得做我们3个人的媳妇儿，你可愿意？”在他们这里，
家贫的几个兄弟合力娶一个媳妇是常态。他知道这样会委屈了他，可家中2个弟弟都已到了成婚的年纪，却因家贫无人肯嫁。他身为兄长，不能只顾自己，更何况若是他们有朝一日另娶新妇了，那家里仅有的那点资源势必也会分散出去，到时候他能得到的资源就更少了。既如此，倒不如家里只有他一个女人，日后不管他们兄弟3个赚了多少，都可只花在他一个人头上，供养他一个。他们兄弟3人会拼尽全力，给他力所能及的最好生活，只爱他一个人。而他听了他的话，脸上露出一丝震惊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昏死过去。见状，他的心瞬间就作一团，可当着人牙子的面，却是不敢露出丝毫异常，反而还皱眉道：“这身子骨也太弱了，能生孩子吗？”人牙子听了，立刻咧嘴，笑着极力推销：“当然能啊，要不是他把自己头上撞的这个大疤毁了容，他早就被买走了。我也不坑你，5两银子，你把人带走。”闻言我冷笑一声：“你忽悠谁呢？5两银子都够我娶一个了。”说完，假装转身要离开。人牙子见状，连忙拉住我：“等等，3两，不能再少了，最多2两。要不是我们家实在娶不起媳妇儿，你以为我会买她一个破了相的女人吗？”人牙子听了，立刻道：“2两就2两。”我心下一松，交了银子，拿了卖身契后，第一时间去衙门消了他的奴籍，然后如获至宝般一路抱着他轻飘飘的身子回了家。小吴小山见我带了个破相的女人回来做媳妇儿，都很是震惊，可在知道她就是当年那个帮了我们的小姑娘后，立刻就接受了她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待她的，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们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沉声道：“相府应该出事了，等他醒来，你们就假装不认识他，省得他想起以前的伤心事。”2人立刻郑重地点头。而他睡了1天1夜才醒过来，看着他眼里的惶恐，他的心都要碎了。为了让他尽快适应陈家的生活，那晚他用尽手段撩拨他，力求给他最好的体验，并再三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对待他。而不断的深入接触后，他果然很快适应了他们的存在。杨家平反的消息传来时，他既为他开心，又感到不安。想到大夫一直说他郁结于心，他还是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，却没想到他竟当场吐了一口黑血，吓得他魂儿都差点飞了。好在大夫说这是好事，而且还告诉他有身孕了。最让他惊喜不已的是，他并不打算舍弃他们3个返回京城。那一刻，他才彻底放下心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